这样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要直接开头了？我不知道，你其实也可以不用开头，或晚点开头，然后之后再剪掉，那假装我们刚开始这样的。没关系，这个我通常都是反正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剩下留给学弟烦恼，然后他就会说：“学长，你又在干嘛？”好啦，欢迎回到森林边缘，我是语音。那今天反正我找了我学弟来聊天。他现在，你现在在哪里啊？还是在丹麦吗？还是在德国？我现在在家里，我在丹麦对。向军也是我在森林系的学弟。我们差几届啊？差了7届有吧？对不对？我不知道我跟你讲，我的届数已经乱掉了，就是我从来不知道我是哪一届的。Anyway， 反正跟我也是差蛮多届的。然后反正他现在就是人在丹麦念书，然后我前阵子要寄明信片给他，我直接寄到德国去，超好笑。但是还是有寄到，对，还是有寄到。对啊，我很认真的跟他说，我要寄明信片给你。然后那是就是我还在日本的时候，我想说，这是一个算人生成就嘛，在国外寄明信片到国外去这样。然后结果到后来就发现，我完全寄错地方了。重点是这张明信片最后还是到他手上了。我觉得国外的邮差非常厉害。我不知道哪个环节比较厉害，但是我只知道丹麦的明信片很贵，所以我想要下礼拜我去校外教学的时候去德国，然后在那边发现明信片再寄出去，不然真的是丹麦一张明信片大概要花200到300块台币才可以寄出去。哇，好贵哦！所以我打算就是带明信片去德国发写，然后发写完在那边寄出去，这样大家只会拿到德国的邮戳，想要拿到丹麦的，是不是要加价给你这样？不然我寄捷克好了，因为我其实下礼拜要去德国校外教学，然后我想说我要再去捷克找朋友，所以我其实也可以寄捷克的给大家。反正我第2年都在德国，所以其实终究大家会收到德国的明信片，只是早或晚。原来如此。好，那不然我先开始好了。我这一次去日本，其实主要有一个重点是因为我这一次有写到，你知道我有写到那个吗？就是那个叫什么青年100亿圆梦基金计划这样，然后可以去是这样子念吗？我怎么记得它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抬头还是什么呢？我以为是这个青年100亿圆梦基金计划，应该是这个吧。反正就是教育部青发署的一个计划，然后翱翔计划是它底下的一个子计划，然后这个子计划底下还有一个子计划，就是它分了好像几十项有吧，就是有超多计划的，其中一项就是我去日本的这个日式庭园匠人形这个计划。对，反正这个计划其实跟其他政府的案子的其实也蛮像，就是有一部分是你要写 proposal 去竞标，就是你写 proposal 然后他们会审核这样子，有些是他们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案子，然后你去申请，然后再跟其他想要参加的人一起竞争这样子，所以它就是大概有2个管道吧。对，那个你刚刚说竞争的那个是翱翔计划，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什么那个逐梦工厂，反正就是整个计划的内容就随你瞎掰，然后掰到评审觉得你可以过，你就可以去了这样。对啊，然后我自己是投后面那个啦，比较偷懒也不是的，因为当初其实是我妹传给我，然后我看到里面有庭园的，我想说就是我底下有负责顾问的园艺公司，我就想说那不然我传给老板看他们有没有要去好了。对，但其实觉得去参加那种已经有半完成品或是已经有规划的计划会比较容易，因为其实如果你自己写 proposal， 然后你还要再自己去找合作对象，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会比较轻松或是比较顺利。确实，但如果说像我自己，我就会觉得说，因为老实讲，林业真的是一个人门道靠北的东西，根本就没有政府计划想要去做这种事情。假如你真的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啊，你就还是必须要自己写。像我是偷懒捡现成，然后跟朋友一起去，然后最后朋友没有去，这样变成我自己要去。我没记错的话，今年最跟林业有关的，其实是今年好像是环境部它有
一些额外在出资的一些计划，它反而比较多环境科学是跟林业比较有相关的。哦，我有看到它很多旗舰类型的计划，那个我也蛮有兴趣的，但反正最后就只挑了这个。哦，在我出国之前，我还有看到第二梯是有做那个澳洲的算社区林业嘛，跟原住民比较有相关的，然后就是去学习他们对于整个林业管理的一些生态之类的。我好像有看到那一个，对啊。然后我同学是到丹麦学木工的，听起来好酷哦。学多久？1个月不到还2个月不到吧，反正就是我到丹麦前，就是我搭飞机到哥本哈根，然后他就刚好我搭来的飞机搭回去台湾，也太巧了吧？对，因为都在杜拜转机，然后都搭阿联酋，所以其实就是我搭的那一班，就是我们这样错身而过。然后他那时候原本说他要给我丹麦克朗的现金，因为他花不完。然后我也想说好啊，因为丹麦克朗就是基本上现在这边都是用刷卡或是线上交易，基本上不会有现金，所以我想说哦好啊，就是难得会有现金这样子，现在可以就是比较便宜，因为就认识了嘛，就换汇也比较方便。这样你去丹麦干嘛？我去丹麦干嘛？就是前两个礼拜，就前半个月都在放假，就是度假，就是因为就是放暑假嘛，然后想说，因为我的房子其实就是那时候我7月就开始找房子，然后8月15号租约开始，然后开学是9月1号，所以其实就是如果我想要在开学前到都可以，但是就是因为我不想浪费我的房租，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提早2个礼拜来，然后顺便适应一下生活，所以我前两个礼拜都在度假，我都没有在碰我的什么学业啊，或者是工作啊，什么都没有，就是纯放假，就耍废啊。然后，对主要来丹麦的目的就是因为，就是我有获得那个欧洲的伊拉斯莫斯，中文是这样讲，伊拉斯莫斯的双联硕士的学程奖学金，所以我来这边主要是读硕班。听起来很猛欸。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含金量，因为它其实。Erasmus Mundus 这个计划，它有很多联合计划，它的硕士学生有很多就是很新的跟很旧的，所以其实很多人说它的品质很不一定，当然都是要看领域跟看那些学校组成的小联盟或合作对象这样子，有很多坑跟很多很棒的学程。因为它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计划不错的地方就是有很多比较冷门的科系，它也有这个学程，像很多艺术史啊，或是做人文工作、人文艺术的，它其实都有机会在这个欧盟资助的这些钱下获得他们的硕士学位，所以我觉得这是相对不错的，就是它不像是比较资本主义、高经济价值产业的相关科技才会有机会得到钱。所以这个东西跟我们学校有关系吗？还是没有？就单纯你有兴趣就可以申请，还是你必须要先有一个硕士的，有点像入学资格之后，才有办法去申请这些东西？它的入学资格就是一般的英检，就是雅思跟托福，然后你要有大学学历，那个学士级的学历就好了，就是你要有相当于欧洲学士级的毕业证书。然后你这样就可以申请，简单说是这样子。当然它会有一些相关的审查资料，包含推荐信、动机信、CV、面试之类的，这些后面这几个都是看各个学程的规定，所以基本上你是跟学程申请，然后你自己申请，通常是跟台湾的学校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你当初有找系上的老师写推荐信吗？我有找系上的老师写推荐信。你是说哪个系上？你是说国农还是讲森林系啊？对，你后来有跳到国农那边去，对不对？对啊，没有啊，反正就是我这2个系都各找一个老师，一个是导师，一个是指导老师。所以都有这样子。可以，因为你斜杠的那个斜度也是蛮斜的。我其实从来没有斜过，你知道吗？我只是 title 比较多一样，但是我其实没有写到东西。另外一点就是，其实我在森林系的资历其实是还蛮短的，就是3年不到这样子。所以印象中你之前不是也有在昆虫系那边混过？那是我第一个研究室，就是我第前2-3个研究计划都是在那边做的，所以本质上来说，那也不算是很昆虫系的研究室，它是在做跟森林比较相关的虫白蚁，所以其实跟森林没有脱节太远。
要这样说好像也是可以。而且就是欧洲这边，就是他们已经森林玩到没有东西可以玩，他们现在都很着重生物多样性。那他们的生物多样性，因为他们树种也没有多少种，所以他们已经无聊到开始玩枯木的多样性，跟那些在枯木生活的那些节肢动物的多样性，他们已经疯狂到这样子了。我好像之前有看过类似的东西，他们有说那个枯木的种类越多样，或者是那种就是形式越多变化的话，对于这些什么昆虫啊、鸟类啊，它可以增加它本身栖息的数量，还有它的一个丰富度跟多样性这样。这些我都可以理解，但是其实就可以发现，就是因为热带其实都还没有研究到那边，温带国家真的是他们已经无聊到开始研究这个东西啊，因为温带的东西真的就这样而已。但我觉得这也算，如果说从其他角度来说，这也算好的吧，因为他们东西相对少，所以有一些面向的研究可以走比较前面。然后像我们东西比较多，还有很多领域还没做，就可以先看他们怎么做，然后后面我们再拿他们的方法来做改良。我觉得这其实也蛮方便的，至少你有前人可以参考。我觉得这方面是认同，尤其是某些生态学或是森林学的一些核心的概念，它只是换个物种或换个环境，它其实最核心那几个东西是没有变太多。对啊，那话说回来，所以你去丹麦最主要想要学的东西是什么？也是灵学这一块吗？我就只是想要混一个国外的学历，就这样子，我很肤浅的，然后体验一下温带的生活。比较肤浅的讲法是这样啦，比较严肃或者比较内心或者比较自我实现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台湾的我该学的东西都快学完了，我就是已经到一个知识瓶颈，就是有必要去新的地方探索的一种渴望或是一个野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促使我想要出国的一个最大的动力。也不是说台湾的环境或是台湾的老师不够专业，或是不够多样，或是不够有趣，而是新的挑战、新的刺激。我觉得有时候其实蛮需要的，因为有时候我自己在看台湾的东西，会觉得说很多时候都是台湾自己的人在玩这个小圈子里的这些小东西，然后玩到最后，你就会觉得又是这些东西，就觉得好像有一点麻痹了嘛，对吧？再怎么看就是这样。像我这次去日本绕一圈回来之后，我就发现，当你看到国外完全不同的思维或者是做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的视野又再变得更宽广一点。尤其像工艺品这一块，我觉得我这一次看了很多，然后你就会开始反思说，为什么台湾的工艺品只会长这样，日本人却可以把这东西玩得很夸张。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蛮有感的，因为在丹麦就是北欧的感觉，就是一直给人家有一种 IKEA 风，这真的是 IKEA 风，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北欧的感觉其实跟日本有点像，就是他们会注重一些细节跟美感，它同时又不会失去它的功能性。但是在台湾的感觉就是它比较注重功能跟机能，然后不管外观这样吗？但其实我觉得另外一点也是蛮情有可原，就是如果以北欧的环境跟台湾的环境比起来，台湾根本是天灾之岛。可是如果是以台湾跟日本比起来，你会觉得为什么日本人可以那么讲究？明明就是也是有台风啊，或是也是会有地震啊，那为什么有差这样子？不知道。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可以解释一种文化差异的方式是，就是我们这些民族或者这些文化的它的起源就是不太一样，所以你也没办法说他们的差异是源自于比较客观条件上，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因为我有时候会去感叹说，台湾其实有很多好东西，但是就只做了一半而已的感觉嘛。就好比说像竹子类的工艺品，你看得到有一些师傅很用心在做，但是好像很难像日本这样，就是可以看到很完美的被呈现在你眼前的那种感觉。我是觉得台湾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真的很注重细节，或者他会很追求完美，但是在更大部分的台湾的我自己的感受下是觉得说，台湾人可能只要注重他的那个机能跟方便性就好了，他更高层次的东西你去追求也可以，但是它就是变成另外一个层级的世界，就是它的那个歧视链或是它的那个分层是很明显的。是你到一个阶级之后，它的价格就会翻好几倍。但是在
丹麦这边就是你喝水啊或是食物有很便宜跟很贵，然后这个差距跟台湾的差距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在这边的差距是有点像是线性的差距，但在台湾的差距是指数型的差距。哦，好像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有一部分有点像台湾的 CP 值文化嘛。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对，因为普遍台湾人其实好像在这方面，要么就是要求 CP 值，要么就是有钱人他要高档货，然后中间就会有一个断层存在。所以对于就是这些不管是什么工艺品也好，或者是各式各样商家来说，其实真的蛮困难的，就是很难有那种比较中间类型的存在。对啊，因为像是我就是来丹麦，因为我没有带我的登山包跟我的睡袋，所以我就在这边买登山包跟睡袋，然后睡袋也是从100-200克朗到1000出克朗，就是那个价格是很线性的。我最近就是在买我的抱枕啊，然后就是聚酯纤维的抱枕，它有25克朗，然后40克朗。然后就是摸起来就不太一样，一个就是扁扁的，另外一种就是有刷毛的，然后接下来就是鸭绒的，鸭绒就是50克朗，你可以感觉到它的品质上，它的那个分量上是有差异的。这个差距在台湾可能就是聚酯纤维可能就是200块到400块，但是如果你晋升到天然纤维的话，可能就是翻4倍或者3倍。我其实刚刚有想到会不会跟台湾的那个关税有关系啊？就是台湾进口很多国外的东西，真的就是你会被课差不多快要1倍的税，然后再进来的感觉啊。就是你可能国外买100块进台湾，这东西它就直接变200块卖你。不然你看像车子也是啊，就是各种百万名车嘛，是不是？国外宾士可以当计程车，进台湾就变土豪车这样。这样你在丹麦有坐到宾士的计程车吗？我在这边只搭过一次计程车，然后搭一次计程车就要1000多块，我才不要再搭第二次。1000多块新台币吗？对啊，就是只有第一天我从机场到我的饭店我搭计程车，因为我真的是我的行李真的是太多了，我真的是快疯掉，而且因为我住的饭店是离捷运站要走20分钟，我才不要就是走20分钟，而且那时候就是夏天还算热，所以我才不想走，就是搭计程车，而且想说就是第一次来，就是跟计程车司机聊一下，而且计程车司机通常都比较了解当地状况，就是有点像是我就是有一种买情报的状况才去花那个钱，不然我其实不太想花计程车钱。对，花钱雇一个导游还兼司机，有点类似这个状态。而且就是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刚到欧洲，然后人家说你没有被偷过一次就不算来到欧洲，所以我真的很怕我的东西被偷。哇，你被偷了什么？我什么都没有被偷到现在，所以我还没有来到欧洲。但是说真的，我真的觉得，哥本哈根是比较安全的城市，就是比起什么法国啊、意大利、西班牙这种恶名昭彰的国家或是地区，我真的觉得北欧是相对安全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其实已经有特意避免去小美人鱼附近，就是去皇宫附近之类的地方，就真的是观光区的地方。我基本上不靠近新港，我基本上就是只在其他地方混，我不会去那种观光客去的地方。而且我最近就是在想，就是要怎么乔装成观光客，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待到有点不太像观光客，他们也不太想理我。有这么快哦？你不是才去没多久吗？我不知道。而且我的策略就是不要跟东亚人接触，就是什么韩国人、日本人跟中国人，他们如果想跟我搭讪，我基本上都不太理他们。我是蛮刻意的避开同文化背景出身的人，因为我想说，就是来这边就是要我觉得我讲出去，我觉得我会被骂，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讲，就是我认为就是根据贝氏电影，如果坏人跟好人的比例是一样的，不管在哪个族群上。那么我认识丹麦人遇到坏人的比例，其实会比我只认识台湾人或者只认识相同文化背景的人遇到坏人的比例还要来得低，因为它的母数就不太一样，有点难以理解。如果都是1/10的几率的话，就是你遇到10个人里面有1个人就是坏人。那如果你只认识台湾人，但是在丹麦的台湾人可能只有1000人。对。那如果你只认识那1000人，那你遇到坏人的几率就很高，就变成是1000分之10、1000分之5、1000分之100。对。
但是如果你是认识整个丹麦的人，没有去刻意分族群的话，或是你刻意避开某些人，某些母数基数比较少的人的话，那他的几率会不一样。好像有一点懂，稍微可以理解。好吧，下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放弃思考。假如你今天真的是想要去体验不同的文化或感受不同文化的话，当然理所当然避开自己就有已知的相关文化的这群人，他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我是觉得说，如果你是想要融入当地环境，那你就是要把自己当成当地人，或是当成你想融入文化的一份子去看待，而不是去那边寻求跟自己很接近人的一些认同。因为你去找那些你本来就很熟悉文化的人当朋友，其实没有什么意思，而且你自己也不会学习怎么在这个社会生存或是独立的运作。我认真觉得我刚到日本那几天是我成长最飞快的时候。对啊，而且我来到这边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适应不良，或是有什么那个文化冲击4阶段的东西，我完全没有那种东西。因为就是到每个地方你要做的事情都一样，就是你要去找洗衣服的地方，你要去超市，然后你要去剪头发，你要去药局啊，这些东西都一样。在丹麦会需要找厕所吗？找厕所吗？不用。所以丹麦的厕所是要付费的吗？不用。还是我去的地方都不用付钱，因为我平常会上厕所的地方就是我家，然后学校跟购物中心。哦，就是这些厕所都是免费的。哦，所以你还没有遇到要跟你收钱的？应该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收钱，就是要收钱的地方是不是都是观光区或是餐厅或是什么地方？就是我还没有遇到就是公共场所会很想上厕所的情况。因为一方面是我不太喜欢去公共场所，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很多公共场所其实都有公共的厕所，也不用特别去花钱才可以上厕所。哦，那听起来好像也还 OK。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就是有时候会带一点肠燥症，这样对我来讲，厕所它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中继点位。我其实也很喜欢厕所，尤其是北欧的厕所，不管是男厕、女厕，或者是不分性别的厕所，它基本上就是它的隔间都很大间，就是它的那个小空间里面，就是除了马桶之外，还有卫生纸，卫生纸不用自己带起，通常都是满的。然后除了卫生纸之外，比较好一点的会有烘洗机。如果没有烘手的机器的话，它至少也会有擦手的纸巾，所以就是一间厕所里面会有擦手的纸巾跟可以丢马桶的马桶纸巾，然后还会有一个小平台给你放包包或者放裤子或者放你想放的东西，而且通常那个空间还蛮大的。然后比较好的还会有暖气，就是中央的暖气，然后洗手台。如果比较好的厕所就是你的洗手台甚至是一间里面就有一个小洗手台加镜子，所以就是整个很豪华，这一点真的是有吓到我。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些全部在一个厕所的小隔间，一个小隔间里面，我的。对，然后大部分比较好的百货公司或是学校，它的男厕跟女厕基本上长得一模一样，你根本不会看到有特别的小便斗，或者他们根本没有在分男厕女厕。哇哦！所以就是那个厕所就是一个很安全的小空间，然后只是还可以尿尿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很舒服的空间，很酷哎，很棒啊，对啊，就是我每节下课都会去厕所待一下，就算只是去洗个手，或是想要逃避一下人群，我就会去那边待一下。听起来很让人羡慕，虽然我不知道我要这么好的厕所要干嘛。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这是基本需求，我已经回不去了。完了，你没办法从欧洲回来了。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回来了。好像也蛮有道理的，那别回来了。我本来就是做好一个，就是如果运气好，在这边找到工作，就在这边赚欧洲的钱回去度假。也不是不行啊，反正这也是一种人生。等台湾林业需要我的时候再回来出现一下。哎，不知不觉就1个小时了，我觉得我该准备睡觉了，剩下可以留下一集。结果我根本就还没开始介绍啊，我们根本还没有开始参访。对啊，来困。对啊，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先这样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